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创出了新高，高点就在38,343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观察到，指呢已经在日线和周线级别出现连续上涨，并且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已经观察到周线级别第二轮上涨细游到达了一个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是一个反弹的过程，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开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出悟空阳线啊，第二轮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上周的沙僧阳线和本周的唐僧阳线。那么目前还在上涨的趋势当中，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下周有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那外围市场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A 股出现了不断的下挫，同时呢，观察今天比特币的行情也有一个冲高回落。那比特币的冲高回落，我们看到是以低点，也就是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43500美金构成的一个压力。同时呢，本轮行情是比特币在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比特币走出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下方十字星的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那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底部位置出现小时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我们也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4小时级别上涨结束之后，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我们看到连续的上涨。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走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到达八戒阳线这个位置上，上方是存在一定压力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目前也非常接近这个箱体的上边线段5000美金，在多重压力的条件下啊，上方的这波谷连线的压力和箱体上沿的压力下，我们认为很快比特币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同时呢，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美股是连续上行的。前轮行情我们也观察到了啊，在美股连续上行的趋势当中，比特币大概率是在箱体内震荡或者调整的过程。同时呢，在箱体上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3次的等位置的波峰。那这等位置波峰仅仅出现3次的情况下，还没有出现第4的情况下，啊，还是容易回踩一下箱体的底部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目前考虑到上方43500到44500这个区间啊，这个大概是100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存在压力，考虑到这个结构还要进行更长时间的震荡和调整，所以呢，目前我们要提防的是啊，比特币回踩一下箱体下边线41000美金。那么这个市场也存在一定的轮动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提到了比安币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出现了一定的突破。那这里的突破呢，主要是啊突破了200日均线。这个突破之后，目前处在一个回踩的状态当中，但是 Binance 平台有每周的一个 IEO 的活动，那这些 IEO 呢，是让刚上线的次新币种出现了一定的涨幅。次新币种的涨幅在回踩的过程当中，容易引发次新币种和 BNB 交易对发生联系，从而造成资金的跷跷板效应。那这种跷跷板效应容易撬动 BNB 不断走高。同时呢，我们看到 BNB 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我们观察到啊，比特币在前面行情当中，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曾经跌破箱体下边线，但是我们看到 BNB 未跌破箱体下边线。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BNB 目前的走势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有一定的补涨需求。那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热点币种出现在我们热搜榜当中，CF 叉，其中包括 SUI。首先我们看 CF 叉，那昨天我们就提到了啊，CF 叉是香港板块的一个公链币种，比较跟随比特币的行情。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中处在一个箱体的震荡过程当中，随着比特币的回踩，它也回踩了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但没有踩得更深，也没有踩到日线级别200日均线。但这轮行情，比特币反弹以来，我们观察到 F 叉出现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目前处在8界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在目前突破箱体上边线之后，有继续走高，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SUI 在这段行情一直表现非常抢眼，出现了一个波段的上涨行情。那这个波段上涨行情从23年10月至今已经涨幅超过300%。合肥 K 线之后，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走8界阳线组。这个8界阳线组走得非常复杂。那么上方有沙僧阳线组和本周行情走出了一个唐僧阳线，目前是已经突破了前高的这个位置。不要看$2这个位置要看这个第二天它一个开盘价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3。那么目前对于 SUI 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但是考虑到已经走完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所以呢，对于它的一个追高一定要谨慎。同时呢，考虑到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大家尽量耐心等待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如果能够出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过程，才是比较好的分仓进场、底部布局的一个阶段。对 ORDI 来说，之前我们一度看弱 ORDI。那么看弱的理由是在日线级别上连续创出新低，并且它的跌幅是大于比特币的。那么我们看到$50是它一个平台期，当时考虑$50一旦跌破的情况下，将要跌破方的一个平台，这个筹码成本价一旦跌破的话，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趋势。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在周线级别上。我对 ORDI 的理解是这样的前面行情当中周线级别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经过日线级别调整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出悟空阳线、8界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那么沙僧阳线组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90下方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连续5周的调整，都是沙僧线带给我们的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是周线级别走完沙僧阳线之后，对于铭文热点板块来说，上方是有机会出现唐僧阳线的。那么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今天走在了8界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上方就有重新回到前方平台期$7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上方能够在$70附近长期驻留的话，我们观察到$70附近已经能够有酝酿出4次波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持现箱体内部的4次波峰将符合江恩4次波峰法则，容易创出超过$91的新高。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